西安到底是几朝古都呢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宣传，都经历过好几个版本。比较普遍的有6朝说、11朝说和13朝说。那都有哪些朝代把西安作为都城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古都西安。西安用了西汉的都城，将长安城改名为长安城。王莽称帝后进行了多项改革，但政令繁琐，朝令夕改，改革最终失败，导致新朝急速灭亡。公元23年，新朝被绿林军推翻，共一帝，国祚15年。第5个在西安建都的是东汉。公元25年，推翻王莽后，光武帝刘秀称帝，定都洛阳，延续汉的国号，史称东汉。到东汉末年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黄巾军起，随后董卓受大将军何进的征召，进京讨伐时常侍，在洛阳烧杀抢掠，激起各地军阀讨伐。公元190年，董卓带着皇帝和文武百官，强迫东汉迁都长安。后董卓被吕布所杀，汉献帝于公元196年东归洛阳。这样，东汉在长安的统治时间大约是6年。第6个在西安建都的是西晋。东汉末年，魏蜀吴三国鼎立，魏国占据中原，先后灭掉了蜀国和吴国。公元220年，曹丕篡汉称帝，汉朝结束。公元265年，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篡夺了曹氏皇位，建立西晋，定都洛阳。随后是八王之乱、永嘉之乱。公元311年，匈奴贵族刘渊的后人刘曜建立的前赵，起兵攻占洛阳，俘虏晋怀帝，晋闵帝被迫于公元313年迁都长安。公元316年，匈奴又攻入长安，西晋灭亡。西晋在长安的统治大约是4年。第7个在西安建都的是前赵。公元316年，前赵的军队攻破长安，晋闵帝被俘杀，西晋灭亡，刘曜建立政权，迁都长安，改国号为赵，史称前赵。公元330年，前赵被前秦所灭，历时约13年。第8个在西安建都的是前秦。公元351年，氐族的苻建自称天王，国号秦，定都长安，史称前秦。公元385年，前秦被后燕所灭，历时约35年。第9个在西安建都的是后秦。公元384年，前秦的叛将姚苌在渭北平原建立政权，自称秦王，史称后秦。公元386年，迁都长安。公元417年，后秦被东晋所灭，历时约34年。第10个在西安建都的是西魏。前秦崩溃后，公元386年，拓跋圭建立魏国，史称北魏。迁都平城，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。而后又迁都洛阳，统一了黄河流域，其统治后期又出现了分裂。此时南朝的东晋也灭亡了，开始了宋、齐、梁、陈的时代。公元535年，北魏大臣宇文泰立皇室贵族元宝炬为帝，定都长安，史称西魏。这样北魏就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。公元557年，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掉了西魏的皇帝，自立为帝，西魏灭亡，历时约23年。第11个在西安建都的是北周。公元557年，宇文觉废掉了西魏皇帝，自立为帝，建立北周，定都长安。大权落到外戚杨坚的手里。公元581年，杨坚废掉了周敬帝，自立为帝，北周灭亡，历时约25年。第12个在西安建都的是隋朝。公元581年，杨坚废掉了自己的外孙子，自立为帝，国号为隋。此时汉长安城因久经战乱，破败不堪，加上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，拥底难泄，饮水供应也成问题，于是便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新城。因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，所以新修的这座城就被命名为大兴城。公元589年，隋朝统一全国。公元604年，隋炀帝杨广即位，随后迁都洛阳。他在位期间，由于好大喜功，频繁发动战争，修大运河等，过度消耗了国力，加上统治残暴，
引发了大规模的隋末农民起义。公元618年，隋朝大将宇文化及发动政变，缢杀了隋炀帝，隋朝灭亡，历时约38年。第13个在西安建都的是唐朝。公元618年，隋炀帝被杀后，李渊废了隋朝的傀儡皇帝，建立唐朝，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。长安城分为宫城、皇城、外郭城。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25条大街，将全城分为2市108坊。以朱雀大街为界，将城区划分为2部分，东边的属于万年县，西边的属于长安县。公元634年，李世民在龙首原高地为他父亲李渊修建避暑行宫。李渊驾崩后，工程就停止了。李治即位后，常年住在太极宫，患上了风湿病，又重新开始修建大明宫。公元663年，大明宫修建完成。安史之乱后，大唐王朝逐渐开始衰落。唐末黄巢起义攻入长安，城市遭到严重破坏。公元904年，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，并把宫殿拆毁，木头、石料也一起运走，带不走的一把大火付之一炬。至此，历经战乱的长安城破坏严重，加上经济重心的东移，此后再也没有成为都城的机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